哎，大家早了，今天出来早了一些，9点多现在是。今天正好有个事儿，中午要给女儿去陪餐，邀请家长体验小学的这个午餐，所以今天早点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刚才起跑的时候，左小腿还是挺疼的，可能是因为昨天稍微配速跑得快了一点。行，轻松跑问题不大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再聊。跑了7.15公里，今天这个疼痛就比昨天强烈，尤其是左小腿这个腓骨肌，冷不丁来一下就很疼。今天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投资的一些情况。首先免责声明啊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昨天看了一下股票账户，大 A 呢微跌，过去这一周，然后港股呢波动，美股呢稍微盈利，所以整体上还是盈利的状态。我目前的观察就是，我买的绝大多数的个股都是亏损的状态，绝大多数的指数或者是 ETF 都是盈利的状态，这个比较符合统计学，是吧？确实，绝大多数人无论熊市牛市，都是在股票市场都是亏钱的，所以我等反复就老老实实的买指数买 ETF 吧。现在配速6分05 6分06，最近来看邓小平好几个分享或者采访，他最近应该回国了，所以有好几个媒体有这种采访出来。但给我有新的这种感悟的是，他说当你真正懂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或者说当你真的懂你正在做的是什么的时候，你会有比较怎么说笃定的心态，或者说就是自信。这种自信不是盲目，不是靠自我激励，而是靠你对你这个事情做的事情的理解，你明白你在做什么。另外呢，他也说到这个叫长期主义，或者说理性。其实这个是一件事情，因为你要保持理性呢，你就可以看得长远。你看得长远呢，
自然就得理性。本质上这是一件事情。当你笃定你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也就保持理性，也就自然就长期主义了，对吧？除非你没看懂，你根本没有懂你做的事情是什么。就拿我现在几个事情，跑步、拍视频、剪视频、学日语，还有什么游泳可能也算，对吧？你是不是真的懂这件事情呢？我觉得可能皮毛吧。但是跑步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毫无疑问，就像之前分享的，解决2个问题，一个是让我有事情做，能够 kill 一些时间，然后避免精神上的这种胡思乱想。当然，这种内分泌也会带来精神的愉悦，这也是事实。第二呢，就是身体，无论什么时候有一个相对健康的身体，相对规律的生活作息、饮食习惯，对吧？都是有益处的。但你说我多喜欢这个事情，我可能也没有多喜欢。我觉得我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，接受的教育，家庭的影响，可能还是按部就班的去做别人要求你做的事情，有一套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，是吧？这就导致自我有时候会迷失，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你不知道自己想追求的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甚至很容易陷入这种人云亦云，或者就是消费主义，是吧？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其实我高考考得还可以，比我一模2模都高，但是上大学的4年真的是我人生最迷茫的4年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，完全不知道上学意义是什么。当然我觉得段彪说了一句话，说当你找不到你喜欢的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尝试一下喜欢你当下正在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下可能绝大多数同学所面临的现实的状况，是吧？努力去喜欢你正在做的事情，总能找到喜欢的地方的。就比如跑步，是吧？总有让我觉得很爽的地方。包括下周的比赛，虽然不是什么大比赛，但它至少有个目标，有个锚定，是吧？人一旦有目标，做起事情来就会有，怎么说呢？有一股紧迫感。行，其实归根结底，我觉得投资就是把你的时间和资源投到那个你认为未来可持续回报，而且回报
会更多更久的地方上去。但这里头还会有情绪价值，是说你还是去找那些你喜欢的事情。如果你都不喜欢这个事情，你可能很难去花时间去研究它、琢磨它，是吧？不要在这件事下给自己额外的这种负担。天下那么多事情了，只有你喜欢的，在你喜欢的事情当中找你可以去研究的、持续投入的东西。但是未来对我来讲，可能还是有些不甘于现状，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，叫蛰伏也好，或者叫怎么说防守的状态。未来如果有一些好的机会，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也可以再搞点事情，是吧？毕竟还不到50岁，不要那么早退休吧。但是前提是喜欢。我觉得到这个年纪没必要强迫自己去怎么样。就算做一些很底层的、很基础的工作，重复性的，你也可以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情绪价值，是吧？就比如说，我在开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开出租车的时候，我就特enjoy那个每天的积分。其实挣不挣钱，当然是挣钱，但是那点钱，怎么说呢？反正是挣钱，但是就拿时间换出来的。就看这积分在涨，等级在提升，就心里特高兴。然后偶尔乘客给你个5星好评，哇，能美上一天。或者说遇到一个，就不期而遇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但是偶然几句话就聊起来了，觉得怎么说呢，有这种心灵的共鸣。我觉得这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。分享一些自己的负面的情绪，反正也无所谓，因为对方也不会再见面了，对方也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故事，我就做一个聆听者，我觉得也挺好玩的。这个时间并不是花在了一个机械劳动上，而是精神上有所得。行，那我如果问题不大的话，我就每周4我就分享我的投资的情况，跟大家做个小汇报，给自己做个小总结，完全不构成投资建议，只是纯粹个人的一些碎念吧。好，我们还有2公里多，结束再说。12.07公里，平均配速6分10，还可以啊，轻松跑这个配速。后程的时候，左小腿就没有什么痛感了。这个就是按照经验，就是这个肌肉热了，彻底热开了，可能就好一点。去程的时候还是疼了那么3次4那种。行，就今天还是轻松跑，然后明天计划去游个泳，
我体感是游泳对我的臀和腿还是挺有帮助的，又能加速这个血液循环，同时又不给它太多的这个压力，还挺好的。行，就这么着，周4了，再熬1天多，又可以过周末了，是吧？好，那就这么着，明天再见。